在娱乐圈这个聚光灯从不熄灭的世界里，很多情感都像烟花一样短暂，有人因为合作而靠近，有人因为利益而同行，也有人在时间洪流里慢慢走散。但对于许多喜欢肖战与王一博的人来说，他们之间最令人动容的，从来不是舞台上的高光时刻，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陪伴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，不只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，更像是一段关于陪伴的约定。据说，在两人曾经一起拍戏的那段日子里，他们曾经认真聊过一个看似遥远又浪漫的梦想，一起去环游世界。那时候的他们，或许只是忙碌工作中的一次随口畅想，语气里带着玩笑，眼神里却藏着认真，因为他们都明白，以自己的身份和工作节奏来说，环游世界这种听起来像电影剧情般的愿望，其实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。一个是不断进组拍戏录节目，行程排到凌晨的演员，一个是永远在练习比赛飞往不同城市的艺人。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不够用，而对于他们更像是一种奢侈品。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庞大的梦想一点点缩小，从看遍世界变成了先去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北欧。为什么偏偏是北欧？因为那里有极光，有雪山，有安静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夜晚。也因为肖战一直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肖战温柔，但真正让人感动的，其实是他骨子里的那种细腻。他会认真记住别人说过的话，会在意那些别人忽略的小细节，也会默默计划很多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浪漫。据说他曾认真研究过芬兰的玻璃冰屋酒店，了解怎样预约最适合看极光的位置，甚至还想象过两个人一起躺在透明屋顶下，看绿色的极光划过深夜天空的画面。而另一个愿望，则是和王一博一起滑雪。大家都知道，王一博本身就喜欢刺激和运动，摩托、滑板、街舞、滑雪，他总是像个少年一样，对速度与自由充满热爱。所以这个计划其实很像他们性格的结合，一个负责浪漫，一个负责热血，一个想看极光，一个想冲雪道。听起来真的像青春电影里的情节，可现实终究不是电视剧。他们曾经试着规划时间，也认真讨论过行程，但问题是，两个人的工作安排始终无法真正重合。今天你在剧组，明天我在舞台，你刚结束通告，我已经飞去了另一个城市。有时候明明只差一天，却怎么都无法碰到同一个空档。于是这个关于北欧的梦想最后还是被迫搁置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时都会觉得遗憾，但真正让人心酸的其实不是去不了北欧，而是那种明明很想一起完成某件事，却始终没有时间的无奈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最难的从来不是没有梦想，而是明明有梦想，却腾不出时间去实现。后来他们甚至把愿望继续缩小，从去北欧变成了以后有机会一起滑一次雪就好。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原本关于世界的梦想，最后只剩下一场普通的滑雪。可偏偏越是简单，越让人觉得真实。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目的地，而是身边的人。很多感情都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一定要轰轰烈烈，要一起看遍世界，经历所有浪漫才算圆满。可后来才发现，
其实只要能在忙碌的人生里抽出一天时间，陪那个重要的人吃顿饭、散次步、看场雪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而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之间那个人生愿望清单的故事。据说他们私下曾经一起列过一份属于彼此的 to-do list， 不是网络上随便复制来的旅行攻略，也不是明星营业式的仪式感，而是真正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人生计划，里面记录着很多想一起完成的小事，也许是一起去看一次雪，也许是一起骑车去海边，也许只是找个安静地方待一天。最特别的是，每完成一件事，他们还会认真打勾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像普通情侣会做的事情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只是简单的想，以后的人生里还有很多事想和你一起完成。可现实依然残酷，工作越来越多，责任越来越重，他们能够真正空下来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于是那份清单，也许很多内容至今都还没有实现，但偏偏就是这种来不及，最容易让人破防。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们总以为以后还有很多时间，以后再旅行，以后再见面，以后再实现梦想。可后来才发现，以后这个词有时候比永远还遥远。最让人动容的是后来流传出来的一段对话，有人曾听到王一博半开玩笑地说，按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速度，等把这些愿望全完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老了？这句话其实很真实，因为成年人的遗憾往往就藏在这种轻描淡写的玩笑里，但肖战的回答却一下子让很多人瞬间沉默。他说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一起慢慢变老也挺好的。短短一句话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却比任何情话都更让人心动。因为真正深刻的感情，从来不是我陪你一阵子，而是哪怕很多年过去，我还是希望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这句话最戳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没有强调未来会多么精彩，也没有承诺一定能完成所有梦想，他只是很平静地接受了时间，接受了变老，接受了人生会有遗憾，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希望陪你一起经历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人生最难得的并不是有人陪你热闹，而是有人愿意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年轻时一起看雪，中年时一起聊过去，老了以后还能并肩坐在夕阳下回忆曾经，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这个故事打动？因为它不像童话，它太真实了，真实到像每一个成年人心里都曾有过的遗憾与期待。我们都曾和某个人约定过未来，说以后一起旅行，以后一起看海，以后一起完成很多梦想。可最后真正重要的，也许并不是那些梦想有没有全部实现，而是多年以后回头看时，你会发现原来最幸福的事情，不过是曾经有人认真地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里，哪怕那个未来很慢，哪怕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完成，哪怕最后只是一起滑一场雪，但只要那个人始终还在，就已经足够浪漫了。也许对于肖战和王一博来说，北欧的极光终究只是一个暂时没能实现的愿望，那份人生清单也许还停留在很多未完成的勾选里。可真正珍贵的，从来不是完成了多少，而是他们曾经认真地想过，未来的很多事情，我希望是和你一起。
这份心意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。